家家户户都会做，家家户户做法还不一样，它有很多细节，你要真正能把它做好不容易。啥是菜呢？我看一下，我猜一下。这个是个左瓣肉，哎，有皮豆瓣的哦，回锅肉。我今天选的是地道传统正宗的回锅肉做的后臀尖，它的后臀尖有个特点，肥的比较多，瘦的呢比较结实。对，现在很多人就用五花肉去做回锅肉也可以，对，它是肥瘦相间嘛，口感也还好嘛。但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还真的是后臀尖。后臀尖，这叫做瓣肉，猪屁股蛋那块肉。把锅烧热了，然后现在把这个锅支一下，这个锅温度还是不要特别高了，差不多，支一下锅不扒锅嘛。对。但是呢，同时又把这个上面的猪毛什么的都吃掉了。好了，然后这个时候稍微把它改一下刀，把它切的规整一点，也不要切的太小。这个一定要用凉水下锅，葱段姜片、黄酒。煮10分钟到20分钟之间就可以。对头，要煮到这个肉有点糖心儿，对，有点糖心，有点硬。这样的话，待会儿煮出来肉是脆脆的，一切扁它就卷起来。炖炸味儿，千万不要用冻肉，冻肉肉发死。回锅肉正宗的就是蒜苗，我们这么拍一拍，拍松，斜刀。它入味了，这么着。对，一个是入味，它待会儿炒的时候它能散开。然后呢，叶子也是一样，叶子也很关键哦。这样的蒜苗炒的回锅肉才香噻。对头，每家每户做的不一样。对，今天呢，我还加了一个耳金条，切破切开就好了。对，家庭里面的切法了。我再配个颜色好不好？好，红的漂亮。现在开锅了，把这血沫把它打来。这血沫不打的话，待会儿就贴在肉上面，脏就少放一点。这个时候它血沫，如果你放花椒，它把血沫就打掉了嘛。然后加花椒是去腥增香。肉好了呗？好了，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，筷子刚好插得进去，拉出来之后有一点点的血沫出来，就做到它的糖心9成熟，稍微晾一晾，这是脆，对，有弹性。现在是皮往我这个方向去切，如果你待会儿炒要打卷的话，千万不能斜着切，或者你觉得要把它切大一点那样就不行了，就正常正着切，又不能太厚。然后这个糖心儿，对，里面有一点点的不熟，没这糖心儿就不好吃了，而且还不容易卷。好了，其实够一份了吧？这个时候啊，放点油，不要让它太高的温度。点了啊，点了，酸奶味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放点姜蒜片子、豆瓣酱，来它一勺，放在这中间。中间的温度比较高，豆瓣酱一定要通过这个油的高温去把它煸透了。灯盏味打响了吧？颜色出来了之后，直接放干豆豉就好了。香味出来了之后，放一点甜面酱，这个非常关键，甜面酱。甜面酱，对，我再补充点酱油。好，刚才不是咱们有辣椒吗？对，辣椒要先下，就是这个四川的耳金条。稍微把辣椒的味道刚好闻出来之后，放这个蒜苗的这个杆儿，差不多偏厚嘛，先炒一下。这蒜苗放完之后啊，放一点白糖，非常关键。然后呢，放一点点的味精，适量啊，味精适量，还有一点酱油。这个工酱油也很关键，这是师傅教我的。酱油和醋一定要烹，是吧？要烹，那么香。哦呀，回锅肉香喷喷的出锅了，又香又好吃的回锅肉。看，回锅肉这么一炒，花花绿绿的，漂亮啊，非常漂亮。好吃，准备上来。对，这回锅肉做的地方。满意。咸淡正合适。肉炒的跟粉杆似的。牛。我说一下，这个回锅肉呢，颜色漂亮啊，刀工精细，炒的菜呢巴巴适适的，这个味道呢非常安逸。杨斌，给你一个赞，谢谢2个赞，2个赞，3个赞，谢谢干爹。好，下次再来一个啊。要得，可以吃饭了。好香啊！这做的香。记得关注老饭骨，中国味的传承，以生活味的美好，一个都不能少。
想请大家二伯多分享一些对传统菜品的定义概念。现在的菜品太多，没有传统概念了，越来越偏。我觉得这个网友提的也非常专业，他一眼能看出问题来啊。从我们跟大爷参加工作30-40年的光阴了，我说那时候菜呢，包括我们的站姿，包括我们从刀工的处理，到最后菜的成型，一招一式，严格按照师傅这种规矩去做，就是切葱。现在的宫保鸡丁，你看外边全是那葱末啊，过去是不允许，大爷知道都得劈开了。我跟大爷做老饭馆1年多，到今天有生之年吧，把我们这个40多年的所学的这些东西，老师傅传承这些东西，结合师傅教的，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啊，尽可能的我们把传承的好的这种技艺，做事儿做的规规矩矩的给传承下来。我们5000年的饮食文化走到今天，我不希望在我们这样身上去断送了。对，丢的太多了，不行啊！现在这个餐饮是个乱象，从学校它完全不是按照过去师傅教出那个基本原理、基本功去传承，一上来就是那摆盘儿。其实你摆盘儿摆不好，完全按照西餐，挺大的一盘儿，你看没什么东西，是吧？中不中，西不西，其实把我们的文化给糟蹋了。所以说这个真是一个可悲的事儿。你比如说拆烩鲢鱼头，是吧？大爷就完全按照过去他的师傅那种手法，是吧？传承下来，在基础上有所创新，但是这创新它是有根基的，是2方面菜的结合，这种创新还有符合这个川菜这个特点。我们要做，我们就老老实实的，我们不会做的，我们绝对不会误导别人。这是老饭馆的宗旨。第一，我们是传承，第二，我们是良心，第三呢是责任，第四呢我们要求有好的品质。所以说，您刚才今天啊给到咱们这个传统菜品的定义概念，首先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规矩，对吧？好，不管是专业厨师和网友，爱好美食的、善做美食的，你看现在从专业厨师角度说，一来应聘家常菜，其实呢，我们真正的专业厨师还要从一个菜系学习，比如我喜欢川菜、粤菜、淮扬菜、鲁菜，一定要从一个菜系学习，然后旁通学习一些其他菜系，这样呢自己就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菜系的功底，然后呢把它学精学透，啊，有必要有时间到当地要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家那边的特产，还要了解人家的那个生活习惯，一些口味儿，啊，因为现在地方的口味也是不断的变化，所以呢他们要有一个定位，很多菜，所以我和二伯在做菜的某一环节上，它是有根据的。以前的麻婆豆腐呢，就都是搁牛肉末，有的单位呢可能为了图这个牛肉贵啊，改成这个猪肉了。如果像这样改的话，到一代人就12年以后，10年以上的话，它会影响一批人。从这儿他就认识到麻婆豆腐可能以后就是猪肉，跟牛肉没关系。对，做菜当中，你看有的那个专业厨师，他那个不叫宫保鸡丁，他只能叫炒3丁、炒4丁。但是他呢，搁点辣椒，搁点土豆，搁点胡萝卜，搁点鸡丁，他就叫宫保鸡丁。所以像这种误导，会影响一大批人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传承一定要有根据，有些菜一传200年、300年，一直流传到现在，经久不衰。它就是经过几代人的这种守着，传承不守旧，创新不忘本。好嘞。